现代战争不再是简单的枪炮对决，而是经济、科技、外交和舆论的全面对抗。俄乌冲突就是这样，除了乌克兰在前线拼命，其余工作都被美国带着西方小弟接管了。杀伤力最大的是经济封锁，踢俄罗斯出 SWIFT 美元结算系统，冻结外汇储备、黄金储备，目的都是要切断俄罗斯和世界的联系。如果战术成功，俄罗斯有可能像朝鲜、伊朗一样经济停滞。但俄罗斯也有自己的看家本领。俄罗斯石油出口量占世界出口的 13%， 这里说的不是产量，而是实打实供应全球的。天然气出口占世界的 18%， 小麦占世界 17%， 钾肥占世界 20%。而且白俄罗斯不是快加入俄联邦了吗？它也是个钾肥大国，等于俄罗斯供应了全球钾肥的 40%。这里就不一一例举了。总之，俄罗斯是个家里有矿的人，很多还是刚需，也不愁没人要。这两天发狠说天然气要收卢布，弄得整个欧洲都担心断气问题。全球化本来是美国搞出来赚钱的，现在中国搞得风生水起，美国受不了了。近些年一直在搞逆全球化，想把中国和世界隔绝起来。现在俄乌爆发战争，美国又故技重施，激化俄欧矛盾，想把俄罗斯也和世界隔绝起来。于是美国发现新冷战是个好东西，可以一次搞定中俄两个对手。如果能拉下铁幕，让世界重回东西方对垒，这事就成功了一大半。可惜矿产资源成了俄罗斯的救命稻草，破解了美国的如意算盘，世界的工业和农业都离不开俄罗斯。俄罗斯闯关成功，那中国有好招吗？其实中国家里也有矿，但问题是我们人多，人均矿产不高，而且中国是世界工厂，家里矿用完都不够，还得大量进口。俄罗斯的路我们走不了。不过中国有中国的办法，而且和世界的联系更紧密。一，中国零部件不可替代。中国既然号称世界工厂，就说明我国和世界密不可分。只要保持这种状态，美帝想用冷战隔绝中国就很难得手。但近些年确实也有不少工厂转移到国外，世界工厂的称号还能不能保得住？疫情前有个哥们去欧洲玩，回来感叹欧洲一家店里的纺织品，像床上用品、毛巾、窗帘，越南、印度生产的挺多，但盆子、挂钩、金属架子之类的金属制品，大部分还是中国生产的。而且就算是纺织品，上边的拉锁、纽扣多半还是中国生产的，这也没办法，中国生产了全球的 60% 拉锁。行业巨头日本虽然有 20% 的占有率，但他们在中国的厂就有6家，说起来还是中国的产能。可见简单制造业确实可以转移出去，但稍微有点技术含量或者材料加工复杂的，越南、印度还是搞不定。中国制造业的背后是中国拥有现代工业的190多个分类，虽然有些水平还不太高，但贵在全面，钢铁、有色、机械、化工等重化工业，平时看起来傻大黑粗，但没有它们，铁矿石永远也变不成拉锁。重化工业是制造业的基石，二战后只有中国实现了重化工业，越南、印度们缺了这一块，越是发展制造业，越要从中国进口大量的零部件、半成品。三星自从把手机厂全部搬到越南，产值已经占到越南 GDP 的 25%， 这么大的规模，却一直培育不出越南本地的供应商，只能直接从中国进口手机零部件。不仅越南如此，印度也差不多。1年多前，莫迪和中国叫板，说是要制裁中国产品，没想到印度各大药厂不到3个月就撑不住了。这可是印度的支柱产业，但缺了上游的原料药，根本没法开工。这就是中国的第一个大招，中间产品，有时候是手机零部件、摄像头、耳机，有时候是螺丝、螺母、三角铁，甚至有时候就是原材料，简单到口罩里那层薄薄的无纺布。总之，没有中国零部件这些中间产品，世界上很多工厂立马就得停工。二，中国产业链的秘密。中国的第2个大招是产业链。产业链可以理解成第1个大招的升级版，但产业上下游配合更加紧密，能快速做出成品。这话听起来好像是废话，工厂不就是要搞定生产的事吗？
话虽如此，但全球化分工很细，想在一个国家快速生产，不仅零部件要全，生产配合还要天衣无缝。比如前文刚说的越南就快不起来，虽然比起印度，越南离中国近得多，但比起国内本地的工厂，那速度还是差远了。中国一直有个段子，不怕你没搞过手机，只要有钱，在深圳的华强北路，一个下午就可以搞出手机，而且生产能力还不算太小。虽然是个段子，但中国的生产速度确实如此。再看一下近2年的情况，在华为被暗算后，全球17%的市场份额瞬间就没了，但结果怎么样？2021年世界手机销量排名，虽然华为不能争第一了，但中国厂商却包揽了第3名到第10名，其中第6名是 OPPO 子品牌，第7的摩托罗拉属于联想，第10名是我国的传音手机。这就是产业链的威力。以前连国内市场都守不住，一有风吹草动就挂了。现在却是华为被暗算后，一大批中国厂商还生龙活虎，仍然在全世界攻城略地。中国的手机产业链不仅支撑国产手机拿下全球50%的份额，还生产了70%的苹果手机。可以说，离开中国的产业链，手机业务就不好玩了。三星手机自从把工厂搬到越南，工作就不大给力。虽然现在还是全球第一，但领先优势只剩2%。2020年2季度还被华为超过，要是华为不出事，三星榜首位置早被抢走了。中国是全球最大的手机市场，三星的市场份额也只有2%，快被彻底踢出去了。可见中国手机产业链之强大，不在里边混，会有很大的风险。2021年中国手机市场排名，中国手机产业链现在的问题是利润还有点薄，但这也没办法，全球化分工的同时，利润也就分好了，中国已经算做得很不错了。我国电子行业从5金注塑开始做，后来做电路板，再后来逆向搞 BB 机、山寨手机，最后才有了贴牌生产的能力，逼得老外只能去做上游的单片机、传感器、电阻电容，当然还有芯片和光刻胶。不过中国手机厂商的最大价值还不是赚钱，而是要保住产业链。华为可以倒，但产业链不能倒，只要产业链在，华为倒了，荣耀一转身就能站起来。更重要的是，只要产业链在，中国制造随时都是蓄势待发，无论商机出现在哪里，都可以立马冲过去。新能源车的商机可说是稍纵即逝，但依然没逃出中国制造提前编好的大网。3. 中国制造未必是中国人制造。新能源车的好处全世界都看到了，有点能力的国家都在搞，尤其是日本主导的氢能源非常厉害。丰田的氢动力车 Mirai 在2014年就下线了，之后一直在小批量生产。也就是说，谁能把新能源车做起来尚未可知，技术上的纯电和氢能源鹿死谁手也不清楚。总之各方都在争，整个行业处在破晓之际，一旦选择失误，都可能错失一个时代。而中国汽车行业这么多年来发展总是一言难尽，我们一直希望以市场换技术，但市场交出去了，技术却没换进来。幸好新能源车除了外壳、底盘、轮子还是传统汽车，其余部分基本电子化了，通讯、运算、导航，各种 AI 应用，犹如行走中的手机，所以也被叫做车机。既然新能源车像手机，那中国的机会就来了。造车虽然不一定行，但造手机中国人很行。中国的底气就来自电子产业链，搞定了新能源车上所有的手机部分。而另一部分则在我国火炬计划中默默耕耘多年，包括电池、电机、控制、充电等系统已经小有所成，就缺一个市场契机。2018年，我国看到了快要破产的特斯拉，他们那会每月要烧掉2.8亿美元，但仍然无法做大产能，拿着满手的订单，只能干瞪眼。这时，中国拉了一把特斯拉，知道他们缺现金，批了贷款慢慢还。他们缺时间，基建狂魔加权产业链安排上。2019年1月批准上海建厂，2020年1月新车下线，第一期产能就达到了15万辆。不过当时很多人不理解，觉得中国为什么要救特斯拉，养一个这么强大的对手？其实很快就有了结果，中国引进特斯拉后，产能增长很快，日本的氢能源车很快就缴枪了。日产、本田相继关闭氢动力项目，新能源车的技术路线之争到此结束。
而且我国从来都不白给，自己的小本本算得很清楚，特斯拉来了必须用中国零部件，新车稍微宽松点，国产化30%就可以，1年后就必须达到100%。不过后来我国又评估了下自己的产业链，觉得确实有点霸王条款，指标上稍微降了一点。去年年底特斯拉国产化90%。特斯拉上海工厂的量产是新能源车行业的大事件，标志着电动车迈入工业化，对中国产业也是大事件，助力中国整个新能源车产业链大爆发。最近2年，中国新能源车产销量连续大涨，2021年产量355万辆，销量352万辆，产销都是世界第一，市场份额53%，欧美2大市场加在一起也没中国大。火爆的行情让比亚迪去年卖了59万辆，成为新能源车的明星，市值涨到1230亿美元，排名全球第4，超过通用、福特、宝马等巨头。造车新势力成绩也不错，蔚来、小鹏、理想3家都做到了20万辆的水平，还涌现出50宏光 mini 这样的神车，1年卖了42万辆。车厂生意火爆，也带动了产业链的大发展。动力电池是电动车的最大组件，价值占整车的1小半。世界的前10大排名中，中国电池厂商就占了6家，而且宁德时代已经连续5年霸榜。中国新能源车产业链的突飞猛进，又反过来促进了整车的质量，各整车厂商的国产化率都不断在提升。对比一下，再看看特斯拉最新的配置，特斯拉供应链看来90%的国产化率并不是他们的终点。除了系统集成、电池管理等4个部分，其余全部采用中国零部件。今后他们每出口1辆车，都带着数十家中国产业链的产品走向全世界。特斯拉越来越像中国制造的代言人了。我们说了那么多的手机和新能源车，但并不是用个体代表总体，自说自话。事实上，中国手机、新能源车的故事已经在越来越多的行业上演。中国太阳能行业从上游的硅材料到下游的终端制造，大多数环节我国占比都超过了50%。在最上游的光伏生产设备环节，国产化甚至超过了80%。其实，中国的产业链不断涌现，就是产业升级不断深化的过程。中国制造业种类多，规模大，各行各业交叉作用，产生了许多意想不到的化学反应。就像中国的手机产业链一下变成了半个电动车的产业链。人类全球化经济发展了这么多年，还从来没见过这么神奇的事，却成了中国链接世界的秘密。当美国推动冷战时，中俄应该怎么办？俄罗斯的做法是让世界离不开自己，而中国本身就是世界。我们不需要拉住谁，但谁也别想把中国和世界分开。别忘了点赞订阅，本期节目就到这里，下期再见。